嗨，大家好，我是老九。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案子发生在2013年美国的蒙大拿州。这起案件当年在全美引发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它涉及到了两个刚刚结婚仅仅8天的年轻人。最让我觉得后背发凉的，其实不是凶手用刀还是用枪，而是当一个人出了事，全家都急疯了的时候，他身边的枕边人却能冷静的像个看戏的观众，甚至遭遇不幸时，那个理应最痛苦的人却表现得像个局外人，甚至有点开心。2013年7月7日的下午，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位母亲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的儿子科迪已经一整天没接电话了，甚至连班都没去上，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位母亲实在没办法，只能开车去儿子的新婚妻子乔丹上班的地方，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当母亲大汗淋漓地赶到地方，远远看到新媳妇乔丹的时候，她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此时的乔丹手里拿着一只冰淇淋，正和旁边的同事开心地聊着天，脸上挂着无比灿烂的笑容。那一刻，这位母亲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怎么也想不通，结婚才8天，新郎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老婆的怎么能这么若无其事地在街上吃冰淇淋？更诡异的还在后面。几天之后，这个叫乔丹的年轻女孩带着一群朋友走进了当地巨大的冰川国家公园。她几乎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停留，就像是开了导航一样，笔直地走到了一处深达近100米的陡峭悬崖边上。她戴着墨镜，神色轻松地指着深不见底的山谷说：“我觉得我丈夫应该就在下面。”搜救人员半信半疑地下去一看，果不其然，她丈夫科迪的遗体就残破地躺在乱石堆里。看到这里，你可能和当时的搜救人员一样，脑子里冒出了无数个问号。为什么这个22岁平时大门不出的女孩能像未卜先知一样精准地指明藏尸地点？她和丈夫之间在这短短的8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别着急，咱们把时间往前推，从他们那场看起来完美无瑕的婚礼开始讲起。新郎科迪当年25岁，在朋友们眼里是个典型的老好人。他性格温和，大大咧咧，特别会照顾人，平时在车行工作，踏实肯干。新娘乔丹呢，比他小3岁，22岁。乔丹性格比较内向安静，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生活圈子非常单纯，除了工作就是去教会。大概是在婚礼前的1年，两个人在教会举办的一次联谊午餐会上认识了。科迪对乔丹几乎是一见钟情，在接下来的交往里，科迪对乔丹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没过多久，科迪就兴奋地跟家里人说：“我想和乔丹结婚，我觉得她就是我的真命天女。”当时科迪的家人虽然觉得有点快，但看儿子陷得这么深，加上乔丹也表示自己希望能早点成家，过稳定的日子，双方家长一合计就同意了。2013年6月29日，这天阳光特别好，两人的户外婚礼如期举行。鲜花、草坪、亲友的祝福，一切都符合大家对浪漫婚礼的想象。科迪那天笑得合不拢嘴。可就在这看似完美的氛围里，坐在台下的伴娘，也是乔丹最好的闺蜜金伯利，却觉得浑身不对劲。金伯利全程都在盯着新娘乔丹，她发现乔丹的眼眶一直是红的，但这绝对不是激动的泪水，因为在两个人交换戒指宣誓的时候，乔丹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更反常的是，她全程都在刻意回避科迪的眼神，哪怕科迪深情地看着她，乔丹也只是低着头或者把目光转向别处。其实金伯利在婚礼前夕就听到过一些风吹草动，当时乔丹在筹备婚礼的时候，状态就越来越焦虑。有一天，乔丹突然抓着金伯利的手，非常迷茫地问了一句：“这场婚姻真的是对的吗？”金伯利，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当时金伯利以为每个新娘结婚前都会有婚前恐惧症，也就没往深处想，只是安慰了她几句。但到了婚宴跳舞的环节，又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有些心里发毛的巧合。当天婚宴上放了一首他们自己挑选的伴舞歌曲，案发后人们去查这首歌的歌词，发现里面居然有一句非常不吉利的话，大意是当你爬上最高处然后坠落。谁能想到这句歌词竟然一语成谶。好不容易熬到了婚礼结束，第二天一大早，金伯利给新婚的乔丹打去电话，准备开个玩笑，问问他新婚之夜过得怎么样。可电话那头，乔丹的声音冷冰冰的，甚至带着一丝疲惫和绝望。他说：“昨晚简直就像一场噩梦，金伯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听到这儿，你可能会想，哪怕再没有感情，新婚第一天也不至于用噩梦来形容吧。
难道是柯迪有什么家暴或者不为人知的恶习？其实并不是。警方后来调取了乔丹在婚后那一周发给朋友们的短信，这些短信的内容直接揭开了这场悲剧背后最荒诞的真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乔丹给不同朋友发了很多条短信，其中有一条写道：我觉得我丈夫会逼我做一些我根本不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条更具体，他说今晚我打算跟他说我来月经了，想尽量躲过去。如果他真的逼着我和他发生关系，我想我可能会疯掉。大家明白这里面的意思了吧？乔丹虽然和柯迪结了婚，但她从内心深处对和丈夫发生夫妻关系这件事情有着极度强烈的抗拒和恐惧。前面咱们提到过，乔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他在婚前一直坚持守贞，这在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看来可能有点传统，但这是他个人的信仰选择。可问题是，既然你已经结婚了，合法夫妻之间的亲密接触为什么会让他恐惧到这种程度？根据乔丹朋友后来的回忆，其实乔丹对柯迪可能压根就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意。他当初之所以答应结婚，更多的是因为教会的环境、家庭的期许，以及他自己觉得到了该结婚建立家庭的年纪。说白了，他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可当婚礼真的办完，当红地毯走完，面对现实中必须要面对的夫妻生活时，乔丹的精神崩溃了。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男人碰他。而另一边呢，新郎柯迪完全被蒙在鼓里。柯迪只是觉得自己新婚的妻子好像有点冷淡，以为他只是害羞或者适应新环境比较慢，所以柯迪还在想方设法的讨好乔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7月7日，也就是他们结婚的第8天。这一天，悲剧毫无预兆的降临了。就像咱们开头说的，7月7日那天，柯迪无故旷工，电话也打不通。柯迪的母亲找不到人，在街上看到乔丹开心地吃着冰淇淋之后，母亲终于忍不住了，直接报了警。警方介入之后，第一个询问的自然就是乔丹。乔丹坐在警局里，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跟警察说：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去餐厅吃了晚饭，然后一起回了家。后来呢，家里突然来了几个柯迪的朋友，说是从外地开车过来的。柯迪就跟他们上了车，说是出去兜兜风，很快就回来。从那之后，我也联系不上他了。警察一听，直觉就告诉他们不对劲。警察问那些朋友是谁，开的什么车，从哪儿来的。这时候乔丹的破绽就出来了，他一会儿说那几个人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一会儿又改口说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说的前后矛盾。眼看着警方开始怀疑自己，乔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举动。当时柯迪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的新房里，大家围着乔丹焦急地问他：乔丹，你再仔细想想，到底那晚发生了什么？最后见到他的人可是你啊！面对大家关切和质疑的目光，乔丹突然之间爆发了，他表现得极其不耐烦，甚至可以说是愤怒。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用力，把自己手上戴着的亮闪闪的婚戒给摘了下来，然后啪的一声重重地扔在了地板上。这一个动作把在场所有的亲友都看傻了。丈夫现在生死未卜，你作为妻子不担心也就算了，为什么会对这枚象征婚姻的戒指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厌恶？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连乔丹最好的闺蜜金伯利也开始在心里怀疑乔丹是不是根本不想找到柯迪。就在案件陷入僵局，警方准备对乔丹展开更深入调查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乔丹找到了柯迪的一个好哥们儿，显得有点惊慌地跟他说，我刚刚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的邮件，你快帮我看看。这封邮件发到了乔丹的电子邮箱里，发件人是个完全没听过的名字，自称叫托尼。邮件里的内容非常简短，但信息量爆炸。上面写着，我是那天带走柯迪的朋友之一，你们不用再找他了。我们那天开车去了冰川国家公园，在悬崖边玩的时候，柯迪不小心掉下去了。我们当时吓坏了，就直接开车跑了，他肯定已经没救了。收到这封邮件后，柯迪的朋友整个人都吓傻了，立刻拉着乔丹要去警局。但这个朋友后来回忆说，当时比起邮件里的内容，更让他感到后背发凉的是乔丹的表情。乔丹眼上没有任何悲伤，没有眼泪，甚至连一丝震惊都没有，他就那么麻木地站在那儿。到了警局，把邮件交给警察之后，乔丹突然对警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既然现在邮件里都说了他是在公园里出事了，那你们的失踪案调查和搜救行动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了？听到这句话，办案的老警察心里顿时有数了，
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妻子该有的反应。正常人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应该是求着警察赶快进山救人，哪怕有一线生机也要找。可乔丹却迫不及待地想要让警察结案。不过乔丹可能很快也意识到自己这句话说得太露骨了。到了失踪的第4天，也就是7月11日，乔丹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主动联系了科迪的朋友和教会的熟人，说既然警方不作为，那咱们自己组个搜救队去冰川国家公园找科迪吧。大家当时救人心切，纷纷答应。可当大家在公园门口集合的时候，乔丹的表现再次刷新了大家的认知。那天乔丹带着科迪生前最喜欢的太阳镜，穿着一身轻便的运动服，脸上竟然带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整个人看起来不像是去寻找可能已经遇难的丈夫，反而像是去参加一场期待已久的春游野餐。进山之后，冰川国家公园非常大，崇山峻岭，大家开始漫无目的地喊着科迪的名字。有人提议说，咱们分头朝那边平坦一点的林子里找找吧。这时候乔丹突然站出来，非常笃定地说，不用去那边，我知道我丈夫平时最喜欢去哪儿，你们跟我来就行了。接着他就带着大家走上了一条极其陡峭危险的山路，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叫 The Loop 的著名悬崖观景点。乔丹走到悬崖边往下看了一眼，然后转过头对大家说，我觉得他应该就在下面。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乔丹竟然第一个手脚并用的顺着陡峭的岩壁滑了下去。没过几分钟，山谷下面就传来了他的喊声，找到了，在这里。当搜救人员赶下去的时候，现场惨不忍睹。科迪是从大约90多米高的悬崖上头朝下摔下来的，头骨严重受损，遗体已经开始腐败变形，而乔丹就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这一天距离他们结婚刚好过去了16天。科迪的葬礼很快举行了，在葬礼上，乔丹的表现彻底让科迪的家人和他断绝了关系。在整个葬礼过程中，所有的宾客都在痛哭，只有乔丹手里拿着手机，一直在不停地发短信、打电话，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这时候所有人心里都确信了一件事，科迪的死绝对不是意外，这个叫乔丹的女孩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但警方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乔丹可以说是邮件指引他来的，可以说是女人的直觉让他找到尸体的。怎么才能证明是他干的呢？技术民警开始对那封神秘的托尼邮件进行底层追踪，结果这一查直接撕开了乔丹最后的伪装。邮件的 IP 地址被成功锁定，他根本不是什么外地朋友发的，发信的电脑就在乔丹的继父家里，是乔丹在科迪失踪后自己跑到继父家电脑上编造出来的。紧接着警方调取了冰川国家公园入口处的监控录像，在科迪失踪的那个周末，监控录像清清楚楚地拍到科迪和乔丹2个人开着家里那辆标志性的黑色轿车一前一后的进了公园，而几个小时后只有乔丹一个人开着车出来了。这和乔丹之前说的科迪被外地朋友带走，自己一直在家的证词完全是背道而驰。有了这2项铁证，在葬礼结束后的第2天， FBI 和当地警方直接收网，在街上将乔丹逮捕。当冰冷的手铐铐在他手腕上，警察对他说，你因涉嫌谋杀科迪而被捕的时候，乔丹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他一开始跟警察编了另一个故事，他说，警官，我承认我撒谎了，那天确实是我和他一起去公园的，因为结婚后我很后悔，我们俩在悬崖边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时候科迪为了向我证明他有多勇敢，想逗我开心，他就跟我吹嘘，说他就算蒙上眼睛也能顺着悬崖边上走过去。结果他自己蒙上眼之后不小心踩空了，滑了下去。我当时想抓他的手，但没抓到，我为了保命只能松手。不得不说，这个故事编得很有想象力，但经验丰富的 FBI 探员根本不信。如果真的是意外，你为什么要伪造邮件？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轻松？在连续10几个小时的心理攻防战之后，乔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终于吐露了整个事情的真相。原来在失踪的前一天，科迪曾经非常兴奋地跟他的朋友通过电话。科迪在电话里说，乔丹说明天要带我去国家公园，给我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惊喜。科迪以为这个惊喜是浪漫的2人世界，或者是妻子终于接受他的信号。第2天，乔丹把科迪带到了那个无人经过的100米悬崖边，他用一根布条温柔地蒙上了科迪的眼睛，跟他说要玩一个信任游戏。科迪毫无防备地站在悬崖边缘，背对着深渊，正面微笑着面对着他深爱的妻子。
看着眼前这个深爱自己，甚至愿意把命交托给自己的男人，乔丹心里想的却只有怎么摆脱他，怎么摆脱这段让他痛苦的婚姻。他没有丝毫犹豫，走上前去，伸出双手，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科迪的胸口狠狠地推了过去。科迪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坠入了无底的深渊。2014年，这起案件在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因为案发地点冰川国家公园属于联邦管辖土地，所以乔丹面临的是联邦法律的严惩。在法庭上，面对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甚至更严厉惩罚的压力，乔丹最终选择了认罪，承认了自己谋杀的罪行。最终法院判处他30年监禁，且不得假释。到今天，乔丹依然在美国的联邦监狱里服刑。故事讲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这起案件当年之所以震惊全美，被称为黑寡妇新娘案，是因为它暴露出了人性中最极端也最自私的一面。直到今天，科迪的母亲每年清明或者儿子的忌日都会去儿子的墓前坐坐。这位老母亲至今都想不通一个问题：如果真的不爱，你大可以拒绝这场婚礼；如果婚后觉得不合适，在这个年代你大可以选择离婚。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最残忍、最无法挽回的方式来解决呢？乔丹因为对婚姻极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认知，用极其轻率且残忍的手段做出了选择。他以为推下去的是一个包袱，却不知道自己亲手推下去的是一个母亲活着的全部希望，也把自己永远的锁在了高墙之内。好了，这就是今天故事的全部内容。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对乔丹的心理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咱们一起聊聊。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节目再见。